Hello， 各位，欢迎来到新的一部影片。今天的这部影片呢，我们不外出摄影，我来分享一下一些我目前在使用的一些现役的摄影装备。大概在几个月前呢，有一个观众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就是问我说，我能不能分享一下一些我的滤镜的搭配。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拍摄影片的主题。可是因为我的风格是轻量化，所以其实我外出的时候会携带的装备是相对蛮简便的。那这一点也是有反映在我携带的滤镜上面。我外出大概最多大概就是携带4片滤镜而已，这样算是相当少。那就这4片滤镜，我要去做一集影片来介绍，其实我觉得还蛮困难的，所以我就灵机一动想说，那不然我就干脆连着我其他的摄影装备，就一起做个一集，一起来介绍好了。那这也是我第一次拍摄有关于就是摄影装备的介绍影片。那我本身其实不是一个有很深入去研究装备的人不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装备，所以如果在影片里面我有一些可能讲的不对、不正确，或是有一些你觉得有问题的资讯的话，也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去指正我。那首先我们就先从我的主力的摄影装备开始。这台呢是 EOS R， 也是我在2022年购入的一台相机。EOS R 呢是 Canon 在2018年的时候推出的，就是他们的第一台全片幅的无反啊。当时候我会购买它的时空背景其实是这样，因为我原本用的相机是 Canon 的 6D2， 那台相机我很直白的说，就是它陪着我上山下海，然后它受了很多的苦，它甚至有落水，然后甚至有磕头过，所以说那台相机其实我就觉得，与其再继续修理下去，我还不如就换一台新的相机。那会购买这台相机，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那时候的预算的考量，因为当时候这台相机正在折价。另外一方面，它又是当时候市场上少数的，应该算是当时候 Canon 还有在生产的相机里面唯一一台，就是画素有达到3000万画素，然后又刚好在我的预算之内的一台相机。那我很喜欢这台相机的几个地方呢，第一点当然就是它的像素有到达3000万画素，那这点其实对风景摄影来说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风景摄影我们还是会希望拍到的照片像素可以更多，这样我有更大的裁切空间，那我在后面输出的时候，我想要输出成大幅照片的时候，我也可以就是让我的相片输出的更大这样。那这台相机的动态范围呢，也算是相当不错。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的动态范围应该跟5D4是差不多的，应该是13.6还13.5左右吧。那当然啦，如果你要把它拿来跟现在的比较新的相机，比如说 EOS R5 啊、EOS R6 之类的这些来比的话，那我觉得肯定是有一段差距的。但是它相对于我用的前一台，我已经是感受到那个很大的一个动态范围的差别了。我目前的主力镜头总共是2颗，一颗就是这个2470 F4， 那另外一颗呢就是这个7300 F4 到 5.6。那可能会有人想要问的，就是为什么我只带2颗镜头出门？为什么不会再有另外一颗？我好像缺了一颗超广角镜。那关于这点，其实最初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预算考量，就是毕竟超广角镜头的价格通常都还蛮昂贵的。那我以前其实当然也是想要一颗超广角镜，但是随着我久而久之去使用了我的这颗2470的标准镜之后，其实我慢慢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颗标准镜的24端的焦距，其实对我来说，在很多的情况下都已经算是足够可以使用了。那尤其是到后来，就是我慢慢发现，算是我的美感的一个转变，就是我慢慢没有那么喜欢超广角拍出来的东西，我慢慢的会比较喜欢一些比如说标准的焦距啊，比如说长焦去拍出来的东西。所以对我而言，我就开始没有超广角的需求。那这颗2470的镜头算是我用了非常久，然后也是我一颗非常喜欢的镜头啦。它画质非常好，然后又有近摄的功能。那另外一方面，它又是一颗 L 镜，所以它有防地防尘的能力，所以就可以让我在一些比较恶劣的环境的时候，可以安心的去使用它。这样。那我的长焦镜呢，使用的是这一颗7300 F4 到 5.6。那这不是一颗 L 镜，这只是一颗就是 Canon 一般等级的镜头而已。它的光圈也不是恒定的，它的光圈是 F4 到 5.6， 所以当你的焦距拉长之后，它的光圈会逐渐缩小。那这个镜头其实我的使用的频率，我觉得很有可能搞不好是比我的2470这颗镜头还要来的更多的。因为刚刚也有说到嘛，就是我的美感喜好慢慢的去转向，我比较喜欢用稍微长一点，甚至是
望远的焦距，去在一些比较复杂的风景里面去试图去孤立出一些图像出来。所以我其实是蛮常使用这一颗镜头，我相信在影片里面应该也可以常常看到。那这个镜头呢，可以很完美的去衔接上我的2470的镜头。那它的自己本身的画质其实也是非常的优异，但小缺点就是它的画质在超过焦距200之后会开始慢慢下降，到300的时候其实就是放大看那个影像是已经有点糊了。不过不管怎么样，这颗70到300这样子的焦距其实可以给我带来蛮大的，就是创作的空间，因为变焦的倍率很大嘛。脚架，摄影最重要的装备之一。这支脚架呢是欧卡的 KT254C， 那也是我目前最主要使用的一支主力的脚架。那它是一支碳纤维的脚架，那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真的非常的轻，它不含云台的重量大概也才1公斤出头左右而已。那就算加上我帮它装了这一颗 KB20云台，这也是一颗很轻的云台啦。就算加上这颗云台，它的总重大概也是在1.1公斤，还没过1.2公斤，真的是很轻的一个重量了。那这支脚架呢，本身在使用上，我是觉得稳定度其实算是还蛮不错的，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因为其实我原本是蛮担心像这样子粗度的这个脚管，它会不会站得不太稳，或者说会不会很容易震动。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碳纤维的材料的关系，本身就可以比较抗震。其实我觉得它基本上让我觉得是蛮稳的，就是甚至比起我以前的更粗更大只的一支铝合金的脚架，这支脚架其实还更稳一点。那这支脚架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大概就是它的重量其实是相对比较低的，它的全开高度我记得是140几还150左右而已，就是它不算是一支很高的脚架啦。搭配上我这样子180的身高，其实这个脚架有时候立起来的时候，对我而言是高度是会稍显不足的。但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我为了节省重量去做了一个取舍。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啦，大部分的人是会希望脚架尽量高一点，但是我会希望重量轻，所以我就是在这个部分去做了一些牺牲。然后再来就是我滤镜部分啦。那我目前所使用的滤镜呢是这个奈斯 V5的100 mini 方形滤镜系统。这个滤镜系统其实我已经用了蛮久了，我记得我应该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个系统。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形的滤镜，它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去兼容不同口径的镜头的。就比如说今天你的镜头可能是67 mini， 那你另外一颗镜头可能是比如说77 mini， 那这时候假如你不是用方形系统，你是用圆形的滤镜系统，你可能就需要各自去买不同的滤镜。那像你如果说今天是用像这样子的方形系统，其实你就是只要透过转接环，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就是直接就是透过转接环装上去，那你就可以去共用同样的一个滤镜。那同时使用方形滤镜系统，你也可以很方便的去操作你的就是渐层的减光镜。那在外出的时候，我通常都是带着4片滤镜而已。第一个我会使用的滤镜，也是最重要的一片，就是这个 CPL， 也就是偏光镜啦。那像这样的偏光镜，我觉得应该是不需要我再多说什么了。它是风景摄影会使用的非常重要的一片滤镜，因为它就是可以去消除画面的一些漫射光啊、一些杂光之类的，那就可以让你的画面去显得更加的饱和。那另外呢，我还会携带2块减光镜分别是这一块 ND1000 的减光镜跟这一块 ND32 减光镜。那它们分别 ND1000 是减10档光，ND32 也就是减5档光。那当然啦，我知道其实很多的风景摄影师在外出的时候携带的减光镜绝对不会像这样子只有2块，他们可能还会携带很多，比如说 ND8， 比如说 ND16 之类的其他不同减光度的减光镜来去做搭配。但是其实这2块减光镜是我使用下来，我觉得对我而言一个我习惯的一个搭配。就是虽然我的减光镜就只有这2片，但是在使用上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可以去搭配不同的光圈或是不同的 ISO 来去做到不同曝光时间的效果。那渐层镜的部分呢，我基本上就只会携带这一块 GND8 的 Soft 减光镜。那有些人可能会想要问说，奇怪，我不是至少应该还要再带个 GND8 Hard 之类的减光镜吗？那关于这点，我的回答就是，其实在我自己就是长时间的使用下来的经验，我是觉得其实我靠这一块 Soft 的减光镜就已经可以去处理大部分的情况了。因为像这样 Soft 的减光镜，其实可以在一些比较复杂的环境，我还是可以去做出减光的效果。那如果说像是回到海边的日出这一些亮暗交界比较明显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我靠这个减光镜去减掉大部分天空的亮度，然后再去透过 Photoshop 去把
交界处比较亮的地方再去把它修暗，其实我觉得都还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其实对我而言，我会觉得在希望尽量携带更少装备的情况下，使用一块 GND8 Soft 的减光镜对我来说其实是已经很足够了。那么我接着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所使用的拍片的装备。那第一个要介绍的当然就是我现在正在用来拍片的这台 Sony 的Libby-1。那这台相机其实是一台我觉得算是很优秀的一台相机，它的重量真的非常的轻，对于我一个喜欢轻量化的人来说，其实是很符合我的需求的。然后它的对焦性能非常的优秀啊，裸机的录音也是非常的好。那比较让我没有那么喜欢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它的电池真的太耗电了，这台相机的续航力真的很差。我是一个很容易会 NG 的人嘛，所以我可能常常拍片拍个一下没多久，我要再重拍，再重拍，再重拍。那我就看到它的电就这样慢慢掉下去，然后没多久我要换一颗电池，就是那个电量焦虑，其实对我来说是蛮重的。我大概身上都会带着4颗备用的这个 Libby-1 的电池，然后随时大概都有1颗是在充电的状态。另外一个我比较不喜欢它的地方是它的操作逻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卡片机的关系，我觉得它那个操作逻辑真的是会让我有时候操作的很痛苦。因为像我以前在使用 Canon 的相机去做录影的时候，其实不论是你要操作可能一些选单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其实你用触控的方式去点，你就可以去很容易去点出来。那可能是因为是卡片机吧，所以说它的很多的选项是必须要点开选单之后去选的，而且它点开选单之后，你只能用实体的按键去操作，你甚至没办法去用触控的方式去操作，就会让我觉得它的操作其实蛮麻烦的，我常常都会打结。那另外呢，这台相机比较容易过热，然后装的快拆板的时候会去卡到它的电池仓，所以拆装电池会比较麻烦。最后一个让我比较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直出的色彩，我觉得非常的sorry， 就在刚才，这相机就给我没电了。那我刚刚讲到说，就是我很不喜欢它的那个直出色彩了，它的直出的色彩可能就是著名的那个 Sony 色吧，就是对比我以前使用的 Canon 的相机直出的那种色彩，我觉得真的是差很多。它的直出的色彩会有一种就是肤色会偏得很红，然后植物的颜色又偏得很绿，就是那个颜色会让人觉得假假的，我很不喜欢。那当然，我觉得这一点对很多就是很会调色的人来说应该没什么，但是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是一个非常会做影片调色的人，所以这算是一个会让我的制作影片的流程比较麻烦、比较繁琐的一个缺点啦。那再来录影用的脚架呢，我所使用的是 Oka 的 CN163CL。那这应该是一支设计用来给手机用的脚架，但是我觉得它拿来给卡片机用其实也是蛮适合的。那这支脚架它的重量呢才300多克而已，真的是非常的轻。同时在它这么轻的重量里面，它又有办法去维持它的一定的稳定度，因为它的脚管其实是比较长的那种长脚管嘛，跟一般的手机脚架那种从那个中柱底下窜出来3支一点也不稳那个支撑点差很多。那当然它的缺点就是它的身高的高度真的是不太高，它的最高高度大概才129公分而已。可是当然啦，也是一样啦，这就是一个对于我来说在重量还有高度上面去做的一个妥协，一个牺牲。那么再来呢，是我目前在使用的无线麦克风，这是 Holyland 的 Lek Mark II， 超老口啊。总之，这是我新买的一个无线的麦克风了。那我对麦克风其实研究不是很多啊，我只知道这个麦克风真的对我而言是非常好用，它的重量很轻，然后续航力又很高。它的设计是用一个磁铁的方式，就是可以让你去系在你的衣领上，像我现在身上就系了一个嘛，所以这个系带其实很方便，然后又非常好用的，然后又省电。那接着最后就是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些我目前在使用的一些会携带的一些小配件。我外出摄影一定会携带的就是记忆卡啦，备用的记忆卡啊，因为我的主记忆卡万一可能比如说弄丢了，或是坏掉，或是可能满了，那我就需要一张备用的记忆卡来去做替代，所以我一定都会带着一张备用的记忆卡。另外呢，我会携带一些清洁用的装备，可以让我在就是旅途中临时要清洁的时候可以去使用。这个就是吹球嘛，这应该不用我再多做介绍。然后那个试镜笔，这个也是大家很常会用的东西。那另外我还会再带2块这个蔡司的酒精棉片，用来在一些比如说我的镜头可能沾到一些油污，可能没有办法用试镜笔去处理的时候，那我就是用这个酒精棉片来去做处理。右脚扳手，
就有时候旅途中我的装备可能需要去锁紧的时候，像我的脚架就可以用这个六角囊去把它锁紧。奈斯的镜头盖可以直接装在我的奈斯滤镜上，就卡上去，我就可以不用去担心我的那个滤镜被刮到。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就是这是我给 Live One 用的一个相机的雨衣啦。就是在雨天的时候，我就把我的 Live One 套上去，它其实就是用一个垃圾袋做的。就是把它给套上去我 Live One 上面，然后把镜头这边给锁上，避免去影响它的画质，大概就是这样，很简单的一个东西而已。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就是相机的保护用的内衬，就把这个放进我的任何一个背包里面，就可以让那个背包变成一个相机包。那里面就是刚刚好可以放下我的一台 EOS R， 然后另外可以放下一个就是长镜头这样子。它就其实就只是用那种你在运动用品店买得到那种泡棉碎垫去裁，然后去把它用胶带粘起来，就这样子很简单而已。那保护力其实是远超我的想象。那比起市面上卖的那一些相机保护的内衬，其实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重量真的非常的轻，很符合我自己对于轻量的那个需求。那里面呢还有这个，也是我自己缝的一个你们在影片中应该都有看到，这是我用来装我的一些滤镜啊，或是一些拍摄配件用的一个袋子，就是在使用的时候，我就是只要把它给挂在我的肩膀上，然后我就可以从里面去拿出各种需要的装备，比如说我可能要拿出我的镜头盖，比如说我可能要拿出我的湿镜笔，或甚至是拿出我的滤镜，这样子就很方便，我就可以不用到我背包里面去翻东西。那以上就是我目前所使用的一些比较主要的摄影装备。那当然，我还有很多其他的装备，比如说我的露营的装备，比如说我登山的装备，我的睡袋啊，我的背包啊，这些我都没有去特别再去做介绍。那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摊开来讲也是可以讲很久。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以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再来跟大家再做个其他的影片，然后再跟大家再来做分享这样。那现在呢，我想这部影片大概也就是到这边了。如果说你对我的介绍这些装备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兴趣的话，也可以欢迎在下面去留言给我，让我知道。那我想这部影片大概就到这边咯，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